說起核電站，你腦海裡可能浮現出切爾諾貝利那座混凝土石棺，或者福島核電站那些冒着黑煙的廠房。但今天我要跟你聊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核能利用方式，有人把它叫做核能界的充電寶，它就是小型模塊化反应堆，簡稱 SMR。先別急着擺手說害怕，我保證這故事比你想象的精彩得多。你知道嗎？核反應堆這東西最早不是在陸地上發明用來發電的，而是在潛艇裡。對，就是那種在水下悄無聲息遊蕩的大家伙。二戰結束後，美國海軍上將海曼里科夫有一天琢磨，傳統潛艇用柴油機在水下航行，每隔幾天就得浮出水面充電，這不是明擺着告訴敵人我在這兒嗎？要是能有個不用加油，還能在水下持續跑幾十年的動力源就好了。1952年，第一艘核动力潛艇鸚鵡螺號開工建造，1955年正式服役。這艘潛艇創造了一個奇蹟，從1955年到1957年，它在不加一滴燃料的情況下，連續航行了11萬多公里，其中大部分時間完全在水下高速航行。這在當時簡直是科幻。核潛艇用的反應堆其實就是小型核反應堆的鼻祖，因為潛艇空間有限，你不可能把一個動輒幾層樓高的大型核電站塞進去，所以工程師們就想辦法把反應堆壓縮，設計得小巧緊湊。壓水堆技術就是在這個時期成熟起來的，用高壓水作為冷卻劑和漫化劑，通過核裂變產生熱量，再用這些熱量推動渦輪發電，最後驅動潛艇的螺旋桨。這種設計既穩定又相對安全，因為一旦出問題，壓力容器和多層防護結構能把放射性物質牢牢鎖住。說到這兒，我得插一句中國的故事。1958年，中國正式啟動核潛艇研發項目，但那時候中蘇關係已經惡化，蘇聯拒絕提供任何技術援助。你能想象嗎？當時的設計團隊手裡只有什麼2張模糊不清的核潛艇照片，和從香港、美國帶回來的2個玩具模型。就是那種可以拆開的小玩具。總設計師黃旭華院士後來回憶說，他們對核潛艇的認識幾乎停留在核潛艇3個字上，甚至一開始天真的以為只要把常規潛艇剖開，中間塞個反應堆就行了。但實際動手才發現，完全是兩回事。1965年，在四川的一個山溝裡，代號909的潛艇核動力研究設計基地成立了。8000多名工人、技術人員和解放軍戰士從全國各地匯聚到這裡，他們的通訊地址只有一個神秘的代號：成都291信箱。在沒有技術資料、沒有專家指導、自然條件惡劣的情況下，這些人白天上山打柴、下河挑水，晚上在煤油燈下做設計，蛇鼠繞床是家常便飯。用計算尺計算反應堆結構，用手搖計算機一遍遍驗證物理公式。1970年7月26日下午5點，中國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首次實現核能發電，8月30日達到滿功率運行。僅僅4個月後，中國第一艘核潛艇成功下水，上面有 4.6 萬個零部件，需要1300多種材料，但沒有用過一顆外國的螺絲釘。這就是小型核反應堆在中國的起點，雖然當時是為了軍事需要，但技術積累已經開始了。但核能的民用之路並不平坦。1979年3月28日凌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三里島核電站發生了嚴重事故。因為一系列設備故障加上操作失誤，反應堆堆芯部分融化，大量放射性物質洩漏。雖然安全殼起了作用，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20萬居民緊急撤離。這件事給美國核工業踩了一腳急剎車。從那以後整整30年，美國沒有再建一座新核電站。更嚴重的是1986年4月26日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這次事故的嚴重程度遠超三里島。前蘇聯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機組在進行一次低功率試驗時，由於反應堆設計缺陷加上操作人員嚴重違規，堆芯發生劇烈爆炸和火災，8噸多強輻射物質噴湧而出，釋放的放射性物質相當於廣島原子彈爆炸的200多倍。前蘇聯政府調動了60萬搶險大軍，飛行員冒死駕駛直升機從空中投下5000噸硼酸和沙包，終於讓反應堆停止了裂變反應。但更可怕的是地面清理工作，由於現場輻射太高，機器人進去不久就報廢了，只能派出3400多名士兵，每人衝上屋頂鏟2鏟帶有放射性的石墨塊，45秒就得換人，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最終切爾諾貝利被一個巨大的水泥石棺永久封住。這次事故導致約20萬人被重新安置，以切爾諾貝利為中心半徑30公里內至今仍是禁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6年的研究，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可能出現約9000起與癌症相關的死亡案例。更可怕的是，兒童甲狀腺癌病例飆升，烏克蘭兒童癌症發病率增幅超過90%。前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後來說，切爾諾貝利事故可能是導致5年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超過它開啟的經濟改革。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發生9級地震，隨後15米高的海嘯襲擊了福島第一核電站。海嘯把應急柴油發電機淹沒，電站失去了最後一道防線。反應堆內部發生告水反應，產生大量氢氣，導致氢氣爆炸。雖然福島的爆炸和切爾諾貝利有本質區別，福島是廠房內的氢氣爆炸，而切爾諾貝利是堆芯內部的蒸汽爆炸。但福島事故仍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3個反應堆相繼發生堆芯熔毀，釋放的放射性物質約為切爾諾貝利的1/6，約10萬居民被迫撤離。日本政府將福島周圍20公里圈內設為警戒區，部分區域的輻射量每年超過20毫西弗，至今仍有返回困難區域禁止居住。有意思的是，雖然福島核事故沒有直接導致人員死亡或輻射病病例，但日本政府激進的疏散行動間接造成了約1000人死亡，大多數是66歲以上的老人，在撤離過程中因為身體虛弱或心理壓力過大而去世。這2次7級核事故給全世界按下了暫停鍵。德國宣布逐步關閉所有核電站，意大利、瑞士等國放棄了核電計劃。但與此同時，另一個聲音開始出現，如果我們能設計出更小、更安全、固有安全性更高的核反應堆呢？這就是小型模塊化反應堆誕生的背景。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定義，電功率在30萬千瓦以下的反應堆叫小型堆。你可能會問，核電站不是越大越好嗎？規模經濟嗎？但大型核電站有幾個致命問題，首先是投資巨大，動輒上百億美元。建設週期長達10年以上，很多發展中國家根本承擔不起。其次是靈活性差，一座100萬千瓦級的大型核電站只能建在電網容量足夠大的地方，偏遠地區、小電網、海島根本用不上。最關鍵的是安全問題，雖然現代大型核電站的設計已經非常安全，但公眾心理陰影太重，誰願意家門口建個核電站？小型堆就不一樣了，首先它的核燃料裝載量少，功率密度低，固有安全性更高。什麼叫固有安全性？打個比方，就像一個品質優秀、自律性強的學生，老師不用督促，他自己就知道該怎麼做。小型堆設計了完全非能動的安全系統，即使喪失所有電源，反應堆也能通過重力和自然循環把堆芯熱量導出，實現長期冷卻。這種設計從物理原理上就杜絕了類似切爾諾貝利或福島那樣失控的可能性。其次，小型堆可以模塊化制造，就像搭積木一樣，在工廠裡把反應堆的各個組件標準化生產，運到現場直接組裝。這樣不僅能保證質量，還能大大縮短建設週期，降低成本。傳統大型核電站需要在現場焊接主管道，連接壓力容器和蒸汽發生器，工序複雜，時間漫長。小型堆則把蒸汽發生器、主泵、堆內構件等全部集成在一個壓力容器裡，形成一個完整的反應堆模塊。在工廠裝好後，直接運到現場安裝調試就行。再說應用場景，大型核電站只能用來發電，但小型堆可以實現核能的多用途綜合利用。城市供熱、工業蒸汽、海水淡化、石油開採、偏遠地區供電，這些場景小型堆都能勝任。特別是海水淡化，全球有很多缺水的沿海國家，用小型堆產生的熱能通過低溫多效蒸發技術，能把海水轉化成淡水，效率高，成本低，還不會產生大量碳排放。目前全球正在開發的小型堆技術超過80種，主要分為幾大類。清水冷卻 SMR 技術最成熟，因為可以借鑑現有壓水堆和沸水堆的經驗。高溫氣冷 SMR 使用氦氣作為冷卻劑，出口溫度能達到700攝氏度，發電效率更高。熔岩 SMR 用熔融的氟化物作為冷卻劑和燃料載體。
能在800°C高溫和低壓下運行，安全性極高，還能在線加料和排料，燃料利用率更高。還有液態金屬冷卻的鈉冷塊堆、鉛冷塊堆以及微型模塊化反應堆 ，MMR 功率更小，適合極端偏遠地區使用。中國在小型堆領域走在世界前列。2021年7月13日，中核集团自主研發的玲瓏1號在海南昌江正式開工。這是全球首個陸上商用模塊化小堆，也是唯一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官方審查的3代核能小堆。玲瓏1號的電功率是 12.5 萬千瓦，只有華龍1號的1/10，但它的核導面積只有華龍1號的1/3。建造周期可控制在36個月以內，遠快於大型核電站的10年工期。玲瓏1號採用一體化設計，蒸汽發生器、主泵、堆內構件全部集成在壓力容器上，不需要主管道連接。從設計上就消除了主管道斷裂導致冷卻劑喪失事故的可能性。大型核電站的蒸汽發生器高度約21米，而玲瓏1號的蒸汽發生器高度只有2米左右。雖然都叫蒸汽發生器，但技術路線完全不同。小堆的蒸汽發生器體積小、重量輕、結構緊湊，傳熱效率反而更高。最關鍵的是安全性，大型核電站的應急計劃區半徑通常是5到10公里，一旦發生事故，這個範圍內的居民都要撤離。但玲瓏1號的應急計劃區半徑從設計角度可以控制在300米到500米以內，技術上可以做到不需要場外應急干預。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它可以建在離城市、離人口密集區更近的地方，非常適合城市集中供熱、工業園區供熱這些應用場景。玲瓏1號的研發歷程堪稱10年磨一劍。2009年，中核集團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差異化發展戰略，正式啟動小堆研發。2011年，項目代號 ACP100，別稱玲瓏1號正式立項。這是完全從零開始的全新設計，沒有任何參考，每一個參數方案都需要無數次分析、論證、試驗，反覆迭代。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開展了15大實驗，研發了20多項關鍵設備，建設了全亞洲最大的非能動安全系統綜合實驗台架。2016年，玲瓏1號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安全審查，成為全球首個通過 IEEA 安全審查的小型壓水堆技術。2023年7月，玲瓏1號反應堆核心模塊在大連竣工驗收，發運到海南昌江，8月成功吊裝。截至2024年7月，項目已開工36個月，完成了27個一級里程碑節點中的15個，預計2026年建成投運。建成後，玲瓏1號年發電量可達10億千瓦時，滿足52.6萬戶家庭用電需求，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88萬噸，相當於種樹750萬棵。但它的價值遠不止發電這麼簡單。玲瓏1號可以同時提供電力和熱能，年供蒸汽量約400萬噸，可以為沿海城市供暖供熱，為工業園區提供蒸汽，為海水淡化廠提供熱源。在中國這樣電網高度發達的國家，小型堆單純發電的競爭力確實不如大型核電站，但綜合利用就完全不一樣了。比如北方城市冬季供暖，目前主要靠燃煤鍋爐，污染嚴重。如果用小型堆替代，既清潔又高效，而且可以靠近城市部署，不用建設長距離的熱力管網，減少熱量損失。全球小型堆市場前景廣闊。目前至少有18個國家正在開發80多種小型堆技術，美國和中國是該領域發文總量排名前2位的國家。2022年3月，國際原子能機構發起核能發展協同和標準化倡議 NHSI， 旨在加速先進核反應堆，尤其是 SMR 的安全部署，以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中國深度參與了這一倡議，在 SMR 技術推廣上爭取到了更多國際話語權。俄羅斯在小型堆商業化方面走得最快。2019年，俄羅斯在北極啟用了世界首座浮動核電站羅蒙諾索夫院士號，搭載2台35兆瓦的 KLT40S 小型堆，可以為約10萬人口的城市供電和供熱，還能每天產生24萬立方米的淡水。這種浮動核電站可以拖到任何需要的地方，為偏遠地區、海洋資源開發平台提供能源。俄羅斯還與烏茲別克斯坦簽署了首個陸上小型堆出口協議，正在大力推動小型堆技術出口。美國最近也加大了對小型堆的投資。
美國核管理委員會在2020年批准了 NuScale 公司的小型堆設計標準，這是美國首個獲得監管機構認證的小型堆設計。2025年3月，美國能源部重啟9億美元資助計劃，重點支持模塊化小型清水堆的商業化部署。有意思的是，推動美國小型堆發展的不是傳統電力公司，而是谷歌、亞馬遜、甲骨文這些科技巨頭。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時代，數據中心的能耗暴增，這些公司迫切需要穩定、清潔、不受天氣影響的電力供應，小型堆就成了最佳選擇。2024年，谷歌和亞馬遜分別與新興核能公司簽署協議，計劃用 SMR 為數據中心供電。歐洲也不甘落後。2024年2月，歐盟委員會宣布組建小型堆產業聯盟，核心目標是加速小型堆技術在歐洲的研發和商業化進程，計劃到2030年代初實現首批小型堆部署。英國政府更是撥出250億美元成立獨立機構大英核能，專門用於設計開發和建設一系列小型模塊化反應堆。英國政府認為，過去幾十年對核能的抵制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希望在未來25年內將核能佔比從目前的 15% 提高到 25%。因為俄烏戰爭導致能源價格飆升，英國希望徹底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而小型堆成了關鍵突破口。當然，小型堆的商業化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首先是經濟性問題，雖然單個小型堆的建造成本低，但單位千瓦成本可能高於大型核電站。只有實現批量化、標準化生產，才能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這需要穩定的市場需求和持續的訂單。其次是監管問題，各國的核安全法規和標準主要是針對大型核電站制定的，小型堆需要重新制定適用的監管框架，這個過程既耗時又複雜。美國 NuScale 公司的小型堆設計從提交申請到獲得批准用了整整8年。第三是公眾接受度，雖然小型堆的安全性遠高於傳統核電站，但要消除公眾對核能的恐懼心理仍然需要時間，需要通過示範工程來建立信任。最後是技術挑戰，很多先進小型堆採用新型冷卻劑和燃料，比如高溫氣冷堆、熔岩堆、液態金屬冷卻塊堆。這些技術雖然理論上更安全、更高效，但工程化經驗不足，需要大量研發投入和試驗驗證。但長遠來看，小型堆代表了核能技術的未來方向。根據经合組織核能機構的說法，核電裝機容量必須從目前的394吉瓦增加到2050年的1160吉瓦，才能實現減排目標，彌補預計關停的近3000座燃煤電廠留下的缺口。小型堆憑借其安全性、靈活性、多用途的特點，將在這個能源轉型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中國在小型堆領域的先發優勢明顯。除了玲瓏1號，清華大學開發的200兆瓦高溫氣冷堆已於2023年底投入商運，中科院開發的2兆瓦活積熔岩實驗堆於2024年實現滿功率。國家電投的一體化供熱堆，中廣核和清華大學聯合開發的 NHR200-II 低溫供熱堆，中核集團的焰龍 DHR-400 泳池式低溫供熱堆等項目也在積極推進。中廣核和中核集團還開發了 ACPR50SCCP、100SCCP、25S 等海洋浮動堆型號，未來可以部署在南海島礁，為海洋資源開發提供能源保障。更有意思的是，中國最近還披露了一種更新穎的小型核潛艇技術。據公開信息顯示，在039型 AIP 潛艇基礎上開發的041型核潛艇，採用了模塊化設計的小型核反應堆，水下排水量只有4000噸左右，比傳統攻擊型核潛艇小很多。更獨特的是，它的反應堆不是用蒸汽驅動渦輪推進，而是用核反應堆給蓄電池充電，形成核電池供電系統，再通過全電推進驅動潛艇航行。這種設計的噪音甚至比傳統核潛艇還要低，具有幾乎無限的續航能力，可以長時間秘密潛伏在水下，成本卻比大型核潛艇低得多，性價比極高。這個案例說明，小型核反應堆的應用場景遠比我們想象的廣闊。回到開頭的問題，小型核電到底能不能成為未來能源的主力軍？我覺得答案是肯定的，但有個前提，就是要正確認識核能的風險和收益。
切爾諾貝利和福島的教訓告訴我們，核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任何僥倖心理和管理漏洞都可能釀成災難。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现代核技術，尤其是小型模塊化反應堆，在設計理念和安全措施上已經有了質的飛躍。固有安全性、非能動安全系統、多重防護屏障，這些設計從物理原理上就大大降低了事故風險。更重要的是，在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的大背景下，人類需要穩定、清潔、不受天氣影響的集合電力。而目前能同時滿足這3個條件的，除了核能，還真沒有更好的選擇。風能和太陽能是清潔的，但不穩定；天然氣是穩定的，但不清潔；水電既清潔又穩定，但受地理條件限制太大。只有核能可以24小時不間斷供電，不產生溫室氣體，占地面積小，而且燃料能量密度極高。1克鈾-235完全裂變釋放的能量相當於 2.7 噸標準煤，這種能量密度是化石燃料無法比擬的。小型核電的故事從1950年代的核潛艇開始，經歷了三里島、切爾諾貝利、福島的慘痛教訓，終於在2020年代迎來了技術突破和商業化落地。中國的玲瓏1號、俄羅斯的浮動核電站、美國 NuScale 的設計認證、歐洲的產業聯盟，這些都表明小型堆正在從紙面走向現實。未來，你家冬天的暖氣可能來自小型堆，你公司的電力可能來自小型堆，甚至你度假的海島上的淡水都可能由小型堆制造。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當然，小型核電要真正普及還需要時間，需要更多示範工程的驗證，需要完善的監管體系，需要公眾信任的建立。但方向已經很明確了，在人類邁向碳中和的道路上，小型核電必将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不是核能的復興，而是核能技術的進化，從笨重危險的巨獸變成靈活安全的助手。故事才剛剛開始，讓我們拭目